日本現在全面的武裝，難道是要往軍國主義方向去做發展嗎？最新消息，戰斧飛彈首射開路了。另外，日本還壓了74兆壓注在 AI 軍工領域，等於是戰後70年的防線鬆動。中日現在對抗進入到了新階段。前陣子還是日本壓制這個中國大陸壓制日本的稀土，現在是不是另外一場對抗要開始了呢？那日本的前外相痛批高市早苗是讓日本誤入歧途，怎麼回事？今天來做關心。好，日本的安全戰略迎來了70年來最大的一個轉變嗎？我們都知道，日本過去主要是防守為主，那他們有這個政策上面的限制，所以是沒有辦法發展這種具備遠程打擊能力的武器的。但是現在政策明顯的改變了，轉為就是可以具備這種遠程威懾反擊能力的軍事體系。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我們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日本海上自衛隊首次的試射了美制的戰斧巡弋飛彈，這代表的意思，我們先來看它這個射程可以高達1600公里，象徵日本終於是由守轉攻，具備了反擊的能力。目前日本規劃接下來會向美國購買400枚的戰斧巡弋飛彈，總金額高達了10億美元。日本也特別強調了，我們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提升防衛能力。但是中國大陸已經公開的批評了，代表說他說日本取得戰斧巡弋飛彈是日本轉向軍事化發展的一個重要訊號嘛？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幹哥怎麼看日本的這個動作？那中國大陸接下來會如何做反制？在軍事上會不會用它的比如說東風17、鷹擊2105大區等等來做對於日本的威懾？難道東亞要掀起另外一場的軍備競賽嗎？幹哥怎麼看？你看這個時事都有關聯性的，為什麼？我們剛剛才在講，我們的052D 中華神盾已經發射了鷹擊20飛彈，對不對？現在馬上海上自衛隊就發射同級的，雖然說它在結構上是完全不同級，但是他們在戰略的意義上面屬於同一級的。海自的鳥海號發射了巡弋飛彈，當然這個在美國的伯克級驅逐艦上面發射巡弋飛彈是司空見慣，但是日本自衛隊不可以，現在可以了，現在裝上去了，射程超過1600公里。這是海上自衛隊從來都沒有的能力，大家了解嗎？因為當時日本憲法就規定，你不可以擁有攻擊性武器，這個射程超過1000公里以上的，這還不攻擊性武器啊，對不對？所以美國跟日本自己本身都非常重視這個，為什麼？因為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都會很在意這件事情。日本，你有遠距離打擊的能力了嗎？你是不是軍國主義要復辟呢？所以大家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但是在高市早苗的這個新的計劃裡面，你就會發現這對他來講只是小 case。我特別要介紹一下鳥海號，鳥海號是日本的神盾驅逐艦裡面的第4艘啊，叫做金剛級 Kongo Class 的金剛級的第4艘啊。我說句實在話，日本有8艘神盾驅逐艦，每一艘都比美國自己本身的神盾驅逐艦還大。你知道，就是說，日本海上自衛隊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傳統，它的軍艦不需要任何人來幫它，它自己做的比任何國家都要來得好，這是事實。因為日本的造艦能力，但是日本的軍艦它不能夠被允許帶上了攻擊性武器。那這一次它可以帶上了巡弋飛彈的話，就代表以後都可以帶了。8艘通通帶上，你是幹嘛？你要跟我中國打嗎？那我會讓你有機會嗎？那055大區第一個就要把它幹掉，對不對？不能讓他有機會嘛。所以高市早苗說你要这樣子幹的話，那我們就用高超音速飛彈對付你，我們就準備要對付你啊。因為如果我們發現了你高市早苗真的有這個意圖，未來15年投入370兆，雖然不是都在國防，370兆日幣日幣啊，不是美金了，不然那嚇死人了。370兆日幣。要放在人工智慧跟半導體還有造船裡面，那我先想一下，這些東西都是戰略，對，這些東西都是戰略投資，那不是死灰復燃是什麼？現在我跟你講，我們剛才講完，未來15年要花370兆日幣，大約是台幣70兆啦。可是他們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年國防預算多3000億台幣了，就是1萬億日幣。每年多3000億台幣，明年又多3000億台幣，他們現在已經達到了 GDP 的2%了，已經達到了北約相同的標準。
這對於日本憲法來講完全不通的，已經超過你的需求了，等於你以後你的國防的規模的預算就等於達到了什麼？達到跟北約國家一樣，那就是什麼？那就是攻擊型的，你就會危害到我們周邊國家的平衡了。所以我覺得高市早苗，你想什麼，我們都幫你看出來了。但是中国絕對不会答應的。好，所以代表說日本正式的由守轉攻嗎？那中國大陸接下來的反制，我們等一下也請酈將軍來幫我們看，說是不是現在未來中日的關係也代表一定會持續的惡化？那中國的反制除了稀土戰之外，還有在武器上面的升級，可能還有哪一些？等一下請酈將軍帶我們看。除了剛剛幹哥幫我們提到的，現在日本再加錢說投資了74兆在這些 AI 跟軍工相關的這些武器上面，另外就是最敏感的事情，7月31號這一天，日本成立了國家情報體系。但是大家要知道，731之所以特別敏感，他在這個時候宣布就很弔詭，因為731日本媒體在這一天特別報道了部隊人體實驗，還有細菌戰等等的歷史問題，引發中國強烈反彈。但是為什麼在同一天，日本又說要成立國家情報體系呢？那再來，這些問題，中日關係會不會持續的惡化？中國如何反制？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日本很明顯的不但是要恢復軍國主義而且是邪惡惡毒的軍國主義因為他選在今天這個7月31號成立他所謂的這種國家情報的整合單位那731不免讓人家會跟731部隊聯想在一起。731什麼部隊？是細菌作戰部隊。當初在中國大陸，他利用這些用731部隊在這邊做人體的實驗將人體來講給他這個染上病毒或者是染上細菌看他身體的一個變化，是慘無人道的一支部隊然後之後這些原來731這些部隊日本的這些官兵後來基於良心發現，也都是這個可以說是一輩子受這個良心上的折磨那但是日本居然選在這一天這個成立他所謂的國家情報資源中心，那不免讓人家會聯想到，你選在這一天成立，是不是有這個跟中國又再一次的挑釁？你中國這段時間不斷的對我們實施這個圍日本的中俄聯合軍演或者是中俄聯合的戰備警巡那日本是不是就跟中國講，你不要忘了，以前我把你的老百姓當這個豬、當牛、當這個動物。當白老鼠在做動物的實驗，在做病毒的實驗，在跟中國嗆瞎這種話，那你想想看，你選在這一天，中國的人民來講，是可忍，孰不可忍？原來一個南京大屠殺，大家都已經沒辦法忍受了，就你今天居然挑這一天成立你這種這個國家情報的一個整合中心的一個成立的一個日子，那我想說，反而一定會激起全中國人民的憤怒那為什麼日本要成立這種情報？這個整合中心，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了原來日本他們所謂的和平憲章裡面，他們沒有一個統合的情報中心那大概都是這個碎片化的情報，譬如說是我們講的像警察單位，他们公安單位，它有公安單位的治安的情報譬如外交部有外交部各國之間的外交相關的情報那軍事當然是由他們的這種這個自衛省來整合軍事上面的情報那科技有科技的情報，現在呢這些原來都是很碎片化，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整合。現在他將這些資訊整合在一起，當然有利於他向軍國主義的發展，因為我可以包括到你每一個國家，你國外之間外交的關係是怎麼樣，你每個國家軍事的發展怎麼樣，這個軍事的發展跟外交的情形又是如何一個道理？我覺得他將它整合以後，有助於他更容易發展他的軍國主義，所以選在這一天成立這個單位，我覺得不只是中國人要特別的小心跟謹慎，甚至於我覺得就是在挑釁你中國，就是告訴你中國，我就是邪惡的惡毒的軍國主義，你能夠奈我如何？好，所以我們也看到說，各種的跡象都顯示，它就是要往軍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但是现在這個時機到底適不適合呢？原因是因為現在日本的經濟狀況並不好。我們要來看到，包括日元波動，最近貶破了160大關，日元跌至40年的新低點，而且日債現在超過 GDP 的200%。在這個時候，還要大筆的鈔票花在軍事上，真的撐得起來嗎？苑老師怎麼看？
那這個日債呢，不是超過200而已啊，是到達260了。260%了，就是說是它基本上就沒有這個增加它的利息的可能性了。那麼利息的話呢，很低的話呢，因為利息低甚至是負的話呢，就會產生一個國際的財經界有名的叫 carry trade 了。就是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渡邊夫人呢，就是說是大概用這個在日本的銀行借錢買成美金還去，大概是5年內就可以賺到3000萬美金了。如果你貸100億日元的話呢，這個數字非常可怕。全世界的話呢，這陣的經濟欣欣向榮的結果，其實都是吸日本人的血。那日本因為就沒有辦法，就是打腫臉要面子。那日本這種情況的話呢，我覺得他活該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個731的時候呢，他成立了特高科，就是這個成立所謂的這種情報單位。那日本成立情報單位，當然是收集中國的情報。那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前陣子富士電機還搞了2個工人在那個大連那邊偷稀土啊什麼的那後來沒辦法被抓到了，只好到海底下去挖爛泥那這種情況下，那日本的話呢，就是我覺得剛剛這個我們厲將軍講的話，我覺得非常認同。日本人打從心裡根本就沒有顧及中國人情感那4月17號的時候，有關於馬關條約簽這個131年的時候，他就是搞了一個船叫雷的，那經過台灣海峽就來這一套所以日本平常現在大陸做了2件事。